你感觉到了吗？这不是睡眠能解决的身体疲劳，是当你醒来时胸口的重压，是那种漂浮脱节的感觉，仿佛你正透过一块又厚又脏的玻璃观看自己的生活。你看着你的日子，你的任务，你重复的努力，一个冰冷的问题在你脑海深处回响，仅此而已吗？这就是我如此努力的原因吗？常规变得模糊不清，你感觉自己像是别人故事里的临时演员，或者甚至不是，也许只是布景的一部分，不再有愤怒或沮丧的尖叫，只有一个持续的疲惫的低语，说也许这一切都真的不值得。这种冷漠的状态，这种存在主义的枯竭，是心智可能进入的最危险的迷雾。这是西西弗斯的感觉，日复一日地推着同一块石头上山，已经没有力气去在乎它是否会再次滚下来。你不仅是累了，你是感觉自己毫无价值。你寻求动力，但它只持续几分钟。你寻求一个信号，但天空保持沉默。你在漂流，在你自己的异物海洋中的一个遇难者，等待一股水流将你带到某个地方。但你需要听到的真相是，帮助不会来自外部，水流救不了你。放弃的感觉是一种症状，而不是你的命运。但这个视频不是一个临时的创可贴，这是你训练的开始。这个视频是给你的，正是在你考虑放弃的这一刻。我们不会去寻找脆弱的动力，我们将建立一些坚实的东西，一个目的，不是从天而降的神奇目的，而是一个由你锻造的内在堡垒。我们将使用斯多葛派的古老心智技术来建立你目的的5大支柱，即使在一切似乎都已失去的时候，如果你准备好停止漂浮并开始建设，你的第一个意向行动现在开始。进行你的报道，留下你的点赞作为在场的信号，并在下方评论你从哪个城市报道参加本次训练。订阅，因为旅程立即开始。解决这种存在空虚的方法，不在于改变你周围的世界，而在于重新装备你的心智来驾驭它。我们将使用的哲学不是一种被动接受的哲学，它是皇帝、战俘和领导者的工具。斯多葛主义结合维克多·弗兰克尔强大的意义疗法。斯多葛主义是锤子，是让我们能够专注于我们能控制的事物的心智技术。意义疗法诞生于极端痛苦的熔炉中，教导我们人类的基本驱动力是对意义的追寻。你并没有因为寻求目的而损坏，你是为此而被设定的。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停止在错误的地方寻找，目的不在外面，它在里面，等待被建造。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彻底的战略性重构。你被教导将目的视为一个名词，一个梦想的工作，一个大奖，一段完美的关系，一个最终目的地。这是一个陷阱，这使你成为一个遇难者，等待目的之岛出现在地平线上。斯多葛派教导我们，目的是一个动词，它是一个有益的方向，而不是一个终点。目的是在内部锻造的，在你唯一指挥的堡垒中，你的选择、你的判断和你的日常行动。让我们现在就重新定义目的，不是你找到的东西，而是将你的美德、你卓越的品格应用于你日常的责任，无论它看起来多么微小的行为。为了锚定这种新心态，我们求助于巨人们。皇帝马可·奥勒留提醒自己有责任起床，不是因为世界是美好的，而是因为这是他的职责。艾比克泰德，一个成为哲学家的奴隶，给了我们控制2分法，这是将我们的心智从我们无法改变的事物中解放出来的钥匙。而维克多·弗兰克尔在集中营中幸存下来，证明了知道为何而活的人几乎能忍受任何如何。他发现意义可以在我们选择面对不可避免的痛苦时所持的态度中找到。你的冷漠不是故事的结局，它是原材料，而这些是将教我们如何建造的建筑师。让我们用第一根支柱开始锻造。你目的的第一个支柱是所有斯多葛哲学的基础——内在堡垒。艾比克泰德教导我们控制2分法，有些事情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有些事情则不然。在你的掌控之中的是你的判断、你的选择、你的行动、你的态度；在你的掌控之外的是其他一切，他人的意见、经济、天气、
过去，甚至是你自发的冷漠感。你想放弃，因为你的焦点100%在等式的错误一边。你正试图指挥海洋，而它正在淹没你。你的第一个目的行动是一次战略性撤退，放弃不可控的、痴迷的专注于属于你的东西。内部冲突是及时的，因为你的心智沉迷于抱怨外部、指责世界，导致你缺乏目的，比为自己的心智负责更容易。普通的心智会说，如果我的工作更好，我就会有动力，或如果我更幸运，我就会有目的。斯多葛派会说，我的工作无关紧要，我执行工作的卓越是我的目的，和运气无关紧要，我对厄运的回应是我的目的。感到冷漠不是你的选择，但沉溺于那种冷漠是。想要放弃的痛苦是一个外部事件，就像一场风暴，你无法阻止它，但你可以建造一个庇护所。这里的隐喻是遇难者 vs 建筑师。遇难者也就是现在的你，在漂流，抓着一块木头，祈祷水流能带他到陆地。他是海浪的受害者，目的无法在那里生存。建筑师，你必须成为的人，也在同一场风暴中，但他专注于建造一个木筏。他不控制风，但他控制他系的结，他调整的帆，他指向的方向。他在建造的行动中找到他的目的，而不是在被拯救的希望中。你的心智是你拥有的唯一工具，使用它。因此，你的目的开始时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项分类工作。你必须成为你心智大门前无情的守卫及堡垒。当这没用的想法出现时，你检查它，它是可控的吗？不，它是一个判断。什么是可控的？你的下一个行动。你不需要今天就修复你的整个生活，你下1个小时的唯一目的就是控制你能控制的，你的呼吸，你喝的那杯水，你能执行的5分钟任务。冷漠是迷雾，控制2分法是你点亮的灯塔，堡垒的训练是每天的，从你醒来时开始。心智会说，我累坏了，不想起床。你认识到这种感觉是不可控的，但你的身体呢？你的肌肉，他们在你的指挥之下。你的目的在那个时刻被简化为微小的事情，把脚放在地上。你赢得了第1场战斗，你将美德纪律应用于你的责任起床。这就是目的。一天的剩余时间只是一系列这样的小胜利，这样的小小的控制确认，你不再漂流，你正掌控着你自己木筏的舵。无用感的痛苦来自于浪费的能量。想象你每天有100个单位的精神能量，目前你花了99个单位试图改变你老板的心情，担心未来或后悔过去，你只剩下1个单位用于你的行动。斯多葛派的做法颠覆了这一点，你将100个单位分配给你的选择。如果有人对你不好，你的能量不会流向他为什么这么做，而是流向我该做出什么有美德的回应。你收回了你的力量，当你的每一克能量都被有意识地使用时，无用感就消失了。冷漠就像流沙，你越是与它感觉抗争，你就陷得越深。堡垒教你停止抗争，你接受这种感觉，我现在感到冷漠，然后不顾它而行动。你将你观察者、指挥官与你的感觉、内部气候分开。你不是风暴，你是观察风暴经过的天空。你的目的不是感觉良好，你的目的是行动良好，无论感觉如何。这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没有它，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建造。这个支柱的结论是身份的转变，你不再是环境的受害者，你成为你回应的实验室。生活停止发生在你身上，而开始流经你。放弃的感觉失去了对你的控制力，因为它在你的堡垒之外。你专注于你的行动，你获得的力量不是改变世界的力量，而是更强大的力量，不被世界摧毁的力量。你变得自给自足，因为你的确认来自执行，而不是结果。堡垒是你的要塞，这是你是国王或女王的内部空间。当外面混乱不堪时，你退回到内部，回到指挥中心。世界可以夺走你的工作、你的健康、你的声誉，但它不能强迫你将这些事件判断为坏，也不能强迫你没有荣誉的行动。你的最终目的，正如维克多·弗兰克尔所发现的，是人类最后的自由，在任何特定情况下选择你的态度的能力。守护那座堡垒，这是第一个支柱。这不容易，
这是一场在你自己意识中一寸一寸进行的战争，但这是唯一重要的战争。通过专注于你所控制的，你停止了浪费你需要用来建造其他支柱的能量。你不再是遇难者，你终于开始成为建筑师。你在混乱中找到了第一个立足点。既然你已经建立了你的堡垒，并且知道将你的能量集中在哪里，第二个支柱定义了如何使用那股能量——责任。皇帝马可·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中写下了他每天早晨与自己的对话。他那部分想待在床上的自己说，但这里更暖和。而他那部分作为指挥官的自己回答说，你是为感觉舒适而生的吗？还是为做工作而生的？你因为追求一个宏大的目的而瘫痪，却忽略了就在你面前的目的。你今天的目的不是拯救世界，是起床，是待人友善，是卓越地完成你的工作，无论它多么平凡。内部冲突在于现代心智鄙视责任，它视其为监狱，一种无聊的义务。它渴望热情和动力，但热情是一种不定的感觉，是稻草之火。责任是一座钢铁熔炉，它是可靠的。你感受到的冷漠部分是期待动力先于行动的结果。斯多葛派知道行动先于动力。责任是当热情抛弃你时推动你前进的机制。你不需要喜欢这个任务，你只需要足够爱自己去完成它。这里的隐喻是罗马军团士兵在他的岗位上。想象一个军团士兵在日耳曼尼亚的一段偏远城墙上守卫，在暴风雪中，他很冷，很无聊，也许还很害怕。他看不到皇帝，他看不到罗马的伟大，他对那堵墙没有任何热情。但他的目的不是质疑战争或感到鼓舞，他的目的是守护那个岗位。他是军团士兵，这是他所做的。你是你自己生活的军团士兵，你的岗位可能是你的办公桌、水槽里的碗碟，或是你一直在逃避的艰难对话。你的目的是带着荣誉守护你的岗位。这个支柱的实际结论是定义一个及时的目的。忘掉未来5年，你未来5个小时的责任是什么？或者未来5分钟，你的目的是带着美德去做下一件需要做的事。如果你需要写一份报告，你的目的是专注而准确地写它。如果你需要照顾一个家庭成员，你的目的是耐心地去做。意义不在于任务本身，它在于你带给任务的品质、美德。当你专注于责任时，我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需要我做什么。这是本质。目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物理行动。责任是分析麻痹症的解药。你不需要你整个人生的地图，你只需要下一步的指示，而责任总是给你下一步。冷漠在犹豫不决和广阔无垠中滋生，责任以及时的清晰性摧毁它。责任的美妙之处在于它是普遍且易于获得的。你不需要富有、出名或天才才能有目的。那个卓越的清洁地板的清洁工，仿佛他在清洁一座寺庙，比那个没有美德的生活感到无聊的亿万富翁更有目的。维克多·弗兰克尔观察到，幸存的最好的囚犯是那些找到了责任的人，即使只是照顾另一个囚犯或保持自己的尊严完整。他们有一个每日的为何。你的责任就是你每日的为何。责任是你扎根于当下的锚。焦虑活在未来，抑郁和后悔活在过去，冷漠是缺乏临在感，但责任只能在现在执行。它将你从沉思的沼泽中拉出来，迫使你与现实接触。当你完全专注于守护你的岗位时，你的心智没有空间低语，一切都不值得。深思熟虑的行动是绝望的最大消音器。你忙于建造，无暇担心建筑物是否足够大。通过拥抱责任，你成为了建筑师。你在真正的建造你的目的，一砖一瓦。每一项已卓越执行的平凡任务都是一块砖。在一天结束时，你没有一种模糊的动力感，你有一堵墙，你有你目的的物理证据。你可以回首说，我今天守护了我的岗位。那种责任完成的感觉比任何短暂的动力高峰都要强大和持久1000倍。责任也将你从对掌声的需求中解放出来。军团士兵守护岗位不是为了获得赞扬，他这样做是因为这是他的责任。
当你的目的是内在的，以美德执行你的责任，你变得自给自足，外部的认可成为一种奖励，而不是一种必须。你不再是一个寻求观众批准的演员，你成为你自己戏剧的导演，你是你自己成功的法官。标准很简单，你做了需要做的事吗？你所寻求的目的不是隧道尽头的光，目的是你决定在黑暗中带着纪律行走，是选择成为军团士兵，而不是遇难者，是将美德应用于你的日常责任。通过专注于堡垒，你找到了你的力量；通过专注于责任，你现在有了那个力量的清晰目标。你不再漂流，你在行进。你的堡垒受到保护，你的责任已经定义。你会遇到第三个支柱，障碍。你仍然感到冷漠，你仍然想放弃。普通的心智视此为失败的信号。他说：“我失败了，这个哲学没用，我还是感觉很糟。”斯多葛派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这种感觉。障碍就是道路，想要放弃的感觉不是阻挡你目的的墙，它是锻造你目的的原材料。目的不是没有困难，目的是你如何应对困难。这里的内部冲突是深刻的，我们被制约去寻求舒适和避免痛苦。你的生物性在尖叫着要轻松。当冷漠袭来时，你的自然倾向是逃跑、刷手机、吃垃圾食品，寻找简单的分心。你希望这种感觉消失，但斯多葛主义要求你做相反的事情。他要求你转身面对这种感觉，不是为了沉溺其中，而是为了利用它。障碍不在你的路上，它就是你的路。你的绝望就是你的新责任。这里的核心隐喻是锻造场。你的冷漠，你的枯竭，你的无用感，这是冰冷无定型的金属，它是原材料。生活通过给予你这种痛苦，点燃了熔炉的火焰。斯多葛的原则，堡垒、责任是锤子，你没有损坏，你正在被锻造。每一次你不顾冷漠而行动时，你都是在炽热的金属上敲击锤子。目的不是闪亮的完成的金属，目的是锻造的过程，是忍受火焰并锤炼你自己意志之钢的行为。这个支柱的结论是一种炼金术般的转变。你停止问我为什么会经历这个，而是开始问我该如何利用这个。想要放弃的感觉变成了一个信号，一个警报。当它响起时，你知道是时候练习了。这是一个训练你美德的机会。冷漠来了，太好了，这是我练习纪律支柱2的机会。针对我能控制的事物，支柱1，你把毒药变成解药，目的变成了转变的行为本身，这改变了一切。生活不再是一系列好或坏的事件，生活是一系列训练的机会。你想放弃，那是你训练韧性的训练场；你感到无用，那是你训练在最小的行动中找到责任的训练场；你感到无聊，那是你训练正念的训练场。正如瑞安·霍利迪所阐述的，阻碍你的东西变成了推动你的东西。你不再需要等待条件完美才能有目的，不完美的条件就是你的目的。再想想维克多·弗兰克尔，他在集中营的目的不是要快乐，那是不可能的。他的目的是在他如何忍受痛苦中找到意义。痛苦是障碍，它成为了他最伟大发现——意义疗法的道路。你现在的痛苦，你的冷漠，是你自己的训练场。这是你向唯一重要的人，你自己证明你品格的机会。你无法在轻松的生活中建立坚强的品格以及因此的目的需要阻力。实际应用是停止对抗你的感觉，开始将它们用作燃料。当脑海中的声音说放弃吧，你回答谢谢你告诉我工作需要做在哪里。你利用那种挫折感的能量，不是为了摧毁自己，而是为了执行下一个任务。你把冷漠当作健身房的重量，它很重，它很痛，但你的意志肌肉就是这样增长的。你开始欢迎困难，不是因为你是受虐狂，而是因为你是一个工匠，而困难是你的木材。你在这里获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如果障碍就是道路，那么没有什么能阻止你。如果你失业了，那就是道路；如果你生病了，那就是道路；如果你感到绝望，那就是道路。不再有死胡同。
只有通往你美德训练的重新定向，你不再是一个脆弱的受害者，期待生活会仁慈，你成为一个坚固的战士，利用生活扔给你的一切作为工具或武器。锻造厂很热，金属在针上，冷漠是火焰，锤子在你手中，这是你的责任，由你的堡垒指引。你没有被这种无用感摧毁，你正在利用这种感觉来建立一个无法被摧毁的自己。目的是从这个过程中浮现的形式。你正在成为你自己灵魂的建筑师，用你绝望的瓦砾作为建筑材料。你不再等待目的出现，你正在你的逆境之火中积极地锻造它。你正在把你故事的终点转变为你力量的核心。障碍就是道路，痛苦是原材料，你的绝望是你找到不可动摇的意义的最大机会。支撑你目的的第4个支柱是对死亡的敏锐意识。记住，你终将一死，这不是为了病态，这是为了成为一个催化剂。冷漠和想放弃的感觉在你有无限时间的错觉中滋生。你感到漂流是因为你的行为举止仿佛你有1000年的时间去寻找海岸。你没有时间漂流，死亡即将来临。唯一的问题是他会发现你是带着意图生活，还是在犹豫的迷雾中浪费了你的日子。内部冲突是显而易见的，思考死亡是可怕的，心智逃避它。他更喜欢当下的舒适分心、拖延，明天的空洞承诺。我明天会找到我的目的，我明天会开始行动。但死亡给现在施加了绝对的压力。生命的短暂不是绝望的来源，它是所有紧迫性的来源。正是它使你的责任支柱2如此关键。你没有时间浪费在不在你控制范围内的事情上。支柱1，死亡是燃烧掉所有非必要事物的最终过滤器。这里的隐喻是沙漏。想象你的生命是一个沙漏，你不知道还剩多少沙子，每一粒落下的沙子都是一个当下。当你冷漠时，你是在看着沙子落下而什么都不做，你瘫痪了。但斯多葛派看到沙子落下并理解它的价值，他无法阻止沙子落下，但他可以决定如何利用每一粒沙子，目的是有意识地使用剩下的时间。死亡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最诚实的顾问，在你耳边低语，现在行动，这很重要，时间很短。这个支柱的结论是创造一种专注的紧迫感。你没有时间去处理琐碎的戏剧，你没有时间心怀怨恨，你没有时间去担心那些你甚至不钦佩的人的意见。你有限的行动、呼吸、应用你美德的机会。你停止浪费你的生命。问题从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变为我该用我剩下的时间做什么。第2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你的目的。塞涅卡在《论生命之短暂》中提醒我们，生命并不短暂，是我们浪费了它。你感到没有目的，不是因为你的生命没有价值，而是因为你没有珍视你的时间。当你真正内化了今天可能是你的最后一天时，你就不会被动的刷屏度过它，你会刻意的度过它。你说需要说的话，你做需要做的事。你不允许你的心智成为无用思想的战场，你成为你时间的凶猛守护者。冷漠是你再也负担不起的奢侈品。这就像一个在沙漠中渴死的人，他拒绝喝他水壶里的水，因为那不是冰水。你拒绝过你拥有的生活，因为它不是你想象中的完美生活。记住，你终将一死，将你从那种恍惚中唤醒。它迫使你喝你拥有的水，它迫使你过你面前的生活，带着它所有的不完美，因为这是你唯一拥有的，而且它正在结束。那么目的就在这种紧迫性中被锻造。你的责任支柱2变得更加清晰，你的堡垒支柱1变得更加坚固，因为你没有时间浪费能量在不可控的事物上。而障碍支柱3成为你真正活过、真正实践你的美德的唯一机会。在沙子流尽之前，是死亡赋予了生命意义，是黑暗让你意识的微小火焰如此耀眼。不要让冷漠再偷走你的一天，你不知道你还剩多少天。利用这种紧迫感，让它推动你起床，让它迫使你守护你的军团士兵岗位。目的不是你将在遥远的未来找到的东西，目的是你决定如何度过下1分钟，知道这可能是你的最后1分钟。
这个支柱是你脚下的火，是它阻止你满足于平庸或绝望。你终将一死，这是事实。你如何利用这个事实，作为放弃的借口，还是作为每一刻都全力以赴的理由？选择全在你。但沙漏在继续翻转。我们来到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支柱，最困难也是最解放的热爱命运。在建立了你的堡垒控制，拥抱了你的责任行动，利用了障碍原材料，并被短暂紧迫性推动之后，你需要一个支柱来封坚这个基础。热爱命运是一种实践，不仅是接受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而是去爱它，是希望事物完全如他们所示，因为他们就是如他们所示。如果你现在的生活看起来没有意义，如果你感到损坏和冷漠，你的最终目的就是热爱这种生活，并且无论如何都要行动。内部冲突是巨大的，我怎么能爱给我带来痛苦的东西？心智问道，我怎么能爱我自己的冷漠，我的失败，我的失落？这似乎不可能，甚至残忍。自然的倾向是抵抗、抱怨，希望现实有所不同。要是这种抵抗是你所有痛苦的根源，抵抗是让你受困的原因，就像动物在陷阱中挣扎。热爱命运不是被动，这是停止与现实抗争的选择，这是停止挣扎，转而观察陷阱并利用它的选择。这里的隐喻是火焰，微弱的火被风吹灭，然而一场大火会利用风，那会吹熄蜡烛的风却能助长大火。风是你的命运，你生活中不可控的事件，你的冷漠，你的痛苦，你的障碍，所有这些都是风。如果你的意志是微弱的火焰，你将被吹灭；但如果你练习热爱命运，你的意志将成为一场大火。你利用困难之风，并将其用作燃料。你不只是克服障碍，你吸收它，并因此变得更强。这个支柱的结论是绝对的自由。当你热爱你的命运时，没有什么能再伤害你。如果你被背叛了，你说好，这是我练习宽恕和韧性的机会。如果你感到冷漠，你说好，这是我练习纪律的机会。你不再是现实的法官，你成为他的伙伴。你与罗格斯宇宙的秩序保持一致。你明白，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你而发生，而不是发生在你身上。这一切都是你锻造厂支柱3的材料。这是对想放弃的最终解药。你想放弃，是因为你把你的生活评判为坏或错。热爱命运移除了这个评判，你的生活既不好也不坏，它只是存在，而且它是你的。这是你拥有的唯一用来建立你品格的原材料。爱你的命运意味着爱你在这里，现在带着这种确切的痛苦的事实，因为这种痛苦是你的老师，你的训练伙伴，你的燃料。如果你与现实交战，你就不可能有目的。热爱命运的练习从小处开始，从交通堵塞开始。你不是憎恨它，你接受它作为听播客或练习耐心的时间。从无聊的感觉开始，你不是逃避它，你爱它，把它当作思考的空间。然后你把它应用到更大的事情上，应用到你的枯竭，应用到你缺乏目的。你看着它说，这是我的路，我不会交换它，因为这是我的路，这是我成为我灵魂建筑师的唯一机会。尼采创造了这个短语的人说，他的人类伟大公式就是热爱命运。不要渴望任何事物有所不同，不向前，不向后，不在永恒中。不仅要忍受必然，还要热爱它。这是你的目标，爱你的军团士兵的责任，爱你在锻造厂的挣扎，爱你的沙漏的紧迫性，爱你的内在堡垒。当你热爱你的命运时，目的不再是一种追寻，目的变成了你的存在本身。你的目的是以如此的美德和接纳来过你被给予的生活，以至于你变得像火焰，把每一片混乱都转化为热和光。你停止了漂浮，你不再是遇难者，你成为了风暴本身，带着意图移动，利用每一股风为你的优势。你不再与自己交战，你不再抵抗，你在这里，现在，完整，拥有你建立有意义生活所需的一切。5个支柱已经就位：堡垒、责任、障碍、短暂和热爱命运。你没有找到一个目的，你建造了它。
你成为了目的。你已经到了这个训练的终点，但这只是你新生活的开始。你不再是那个漂流的遇难者，等待水流拯救你。你是建筑师，手中握着工具。你不再是你情绪的受害者，你是你岗位上的军团士兵，专注于责任。5个支柱已经架设好，堡垒给了你控制权，责任给了你方向，障碍成为了你的燃料，短暂给了你紧迫性，而热爱命运给了你平静。冷漠不再对你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因为你现在看清了它的本来面目。你锻造厂的原材料，你没有找到一个目的，你建造了它。现在你必须封缄这份新契约，作为你的最终意图声明。你作为建筑师的第一个行动，到评论区写下我就是我的目的。这不是一个轻松的视频，绝大多数人在面对责任时会放弃，他们宁愿选择舒适的分心和轻松动力的幻觉，也不愿选择锻造的纪律。但你没有，你留下了，你吸收了每一个支柱，仅此一点就已将你与那些漂浮的人群区分开来。我们想表彰那些真正致力于建设有意义生活的人，因此我请求你留下第2条评论，作为你纪律的证明。与你的声明一起写下我坚持到了最后。这不是为了算法，这是为了让你看看你的周围，看到你并不孤单。你现在是建设者社区的一员，你的转变已经锚定，但训练永远不会结束。如果这个信息在你的灵魂中产生了共鸣，如果你感觉到了你意志的钢铁在变硬，留下你的点赞，作为课程已被接收和理解的信号。订阅频道，因为这不是一个终点，这是你的新训练场，强化的旅程仍在继续。最后，记住你的责任。支柱2，它不止于你。你认识某个正在漂流的人，某个被困在你正在摆脱的同样冷漠迷雾中的人。分享这个视频不仅仅是一次点击，这是一种美德的行为，这是将灯塔支柱1延伸给另一个遇难者，成为榜样。守护你的岗位。